我个人一直觉得啊，赛博朋克题材相比于废土还有蒸汽朋克的作品来说，在人物的设定上还有情节上会更加具有深度。但是在原创人偶这一方面呢，我自己是体验到的或者说感受到的，真正具备赛博朋克元素或者风格的产品还是比较少。一方面呢，从造型上来讲呢，废土风也好，或者说蒸汽朋克也好，其实更易于用那种做旧的方式体现质感啊。但是赛博朋克的话，往往要用更加浓重的色彩，而且要兼顾到科技感的设定，制作上来讲是一个难点。我是小秦二大，各位老铁们大家好，欢迎收看这期摩尔台的棋。今天呢，就跟大家来分享由 POP 出品的赛博的这种题材的玩具，鬼市这个系列的应该是第2款赤海鬼机。提前说明啊，今天所拍摄的这个还属于说是这款产品的一个样板的阶段，算是前瞻性的看一看这款产品的一些相关的设计。到手第一感觉啊，我个人觉得目前看来它的这个卖相是非常好的，有很多比较能打的元素。比方说它用了这种白毛啊、赤铜啊，包括这种鲜亮的类似于机车的很干练的服装，还有那些赛博的一肢一体的改造，可以说每一个拿出来呢都是很吸引人的。而且就从整体来看的话啊，就这个人偶的观感也不会因为这个元素比较多比较复杂就缺乏了一体性，没有那种拼凑的感觉啊，基本就是红白黑3个配色。服装第一眼看上去非常亮眼，和阿基拉相似的这种鲜艳的大红色，和赛博的世界观或者说文化来讲，一直是一个强相关。服装的设计上呢，其实是比较复杂的，能看到上面有很多，这个我不知道叫什么啊，类似于飘带，还有呢就是这种抽绳，包括这个面料呢，都是仿照那种机车服的质感，偏硬一些。里面的这一件呢又很贴身，腿部呢会有一些自然堆叠和褶皱。外侧这个大衣呢，其实具备一个这种拉链的结构啊。当然，我个人觉得就这样敞开来讲更漂亮，因为它腰身部分包括上身的这个设计是我很喜欢，很修身的贴合到了它这个腰条上。前胸部分呢也是采用这种包胶的设计啊，还是比较匀称的。2层服装搭到一起，效果并没有很臃肿啊，这一点保持的还是不错的。造型还是很干练，它这个衣领呢也用了这种白色的毛料，除去能让整体这个服装更加匀称以外，增加了一些野性，也和这个白色的头发能够相互呼应啊。而且这个外衣来讲的话，背面其实要比正面更出彩一些，除了有这种很大的鬼市的 logo 以外，屁股这里啊也拴了一个像玉手一样的这种流苏，这个设计是蛮有趣的。而且它这种黑色的布条垂下来啊，一方面呢很接近现在那种很潮流的服装，再一个呢就是有点贴合于那种贴了条幅啊或者说符咒的那种感觉，不知道是不是我一个刻意的解读啊。下方呢这个黑色的长靴，红色鞋带呢也是单独的结构，当然这个靴子为了兼顾造型的话是一个一体的，会牺牲一部分可动性，但整体的观感来讲会更好。然后除去服装以外，它改造的这个机械义肢，我觉得也是一个很有趣的点。这里是塑料的材质，表面的红色呢是具备一定的做旧的，似乎是长期使用带来的一些磨损。除了鬼的字样以外，还有类似于这种金色的液压管，当然这个结构就是不可动的。手部的话，五指是可动的设计。如果你玩过那个 MG 的高达啊，它那个可动手和这个是相似的。目前的体验是带有一定阻尼感，合并的时候是比较紧的，可以去承担握持的一个功能。2条手臂的话，整体的造型来讲，一方面颜色和服装是高度接近的，再一个和它整个身材是匹配的，所以你一眼看上去不会觉得这2只手就很突兀啊，搭配起来也是刚刚好的。2颗头，一颗是常态造型，一颗是战损的状态，彼此的差异还是比较明显的。先看常规的啊，首先在形象上还是很飒很漂亮的啊，我觉得和它这个身材也好或者造型也好是能够搭配。脸部以及伸出来的犄角上啊都会有仿照机械的那种刻痕啊，它这个角的话包括发型的话就很日系啊，比较有张力的啊，这个尖角锐度很高，
接近于那种般若呀，或者说鬼的那种形象。摸上去的话是具备韧性，不要硬掰啊，小心折断。侧面来看的话，耳朵也是尖尖的一个形态啊，下方呢悬挂着耳饰，这叫花扎呀还是叫啥，我记不太清楚。颜色的表现上和本体也是搭配的。战损头雕的话，整个结构是一样的啊，但是能看到大面积的损毁状态。左半张脸肌肤完全被剥开，露出下方机械的结构，从下巴、牙齿、脸颊，再到上方的这个眼球，就像是终结者那种感觉。左侧的犄角呢也完全折断，这个张力上我觉得会更强。目前看来，这个精度表现就是它破损的皮肤交界处处理的都是比较不错的，希望未来也要有一个好的保持。头雕在替换上呢，其实分为4个结构去拆卸啊。头发的话3个分件，首先是后面这个马尾啊，磁吸的结构，吸附就可以，按照你的需要去调整一个不同的方向。然后前端的刘海以及后方的发壳，也都是磁吸的分件，直接拆卸就可以。头壳的内部呢，能看到可动眼的机构，磁吸的部件太多啊，所以这次还是手工的调节。POP 的可动眼呢，其实一直是这种连接结构和眼眶分开的一个设计啊。我自己理解的是可以减轻眼球和这个眼眶的一个压力，从而能让这个眼部变得更轻薄，穿帮更小。但是在安装上之后呢，像这些产品也会有一个问题，就是刚拿到手的时候可能会比较松啊。这里的话，自己在中心螺丝上拧紧做一点调节。战损头内部啊，右眼是可动调节，左眼的话带有电池仓。安装好之后，点亮后方的开关，眼部的灯效。同样有3种不同的模式啊，频闪还有呼吸的效果啊，没有什么漏光什么的啊，这个光效处理还不错。同样，因为里面这个磁吸比较多啊，所以只能采用手工调节方式啊。还有一个比较好玩的小设计啊，就是它会多出来一个这个白色的带子。安装电池的时候，可以把它压在下面，拆电池的时候拽一下这个带子，就可以把这个电池提出来。头部和颈部连接这个位置啊，其实一般这种女性的头雕都会有一个问题，就是它会有很明显的交界和分界。这款的话就是比较鸡贼的，用了一个黑色的类似于脖套，这样你就不会感受到它这个头雕连接的时候有穿帮。头部的话还具有一个面具的配件。这是一个金属的结构啊，正前方能看到像是牙齿一样的立体效果还是仿照骷髅那种抽象的一个表达吧。下颌部分呢有2块红色，这个不知道是不是对应那种日式就比较传统的面具上会点那个像红脸蛋一样的那个感觉啊。内部的话，这个是有贴了胶条的，面具做的还是相对宽大一些，不会完全的夹住这个脸部。算是对面部的一个保护吧。角色的左肩这里是内藏了磁吸，棱角十足的尖角直接吸附就行。同样具备2个不同替换，大体的造型都一致啊，只不过上方的 logo 是有不同，类似于大袖的那种形式只不过它缩小，再抽象化成一个几何形，带这个赛博的风味儿。然后是武器部分，其实它是一个套组啊，叫做鬼斩。鞘的部分科技感会更强一些。刀的话拔出来，2把都是金属的材质啊，摸上去看上去质感不错，暗红色。刃部的话做出了分色，显着还是很锋利啊。顶端也做了更具现代感那种开槽，柄的部分还是保留了更多传统那种风味。日常呢可以直接提在手里啊，也可以利用后端的磁吸零件固定在背后的这个服装上。吸力目前感觉还是 OK 的，而且搭载好之后，人物依然能够自主站立。后端磁吸的这个连接件啊，能看到一侧其实也有斜下来类似于支架的一个设计，不仅仅是一个鞘你也可以把它当做一个武器架子的那种陈列，会有比较传统那种日系的风格。最后呢是地台以及支架部分啊，这个就没啥看的啊。台面就是鬼式俩字，内置了磁吸当然这就是现在1.6人偶很多都会用到的一个设计啊，咱不多说。相比于人偶来讲的话，这个支架并不出彩啊，也就日常如果说你摆一定造型的话，可以进行搭配。
然后就是这款产品的一个可动部分啊，简单讲一讲。前面一直在说，就是它会侧重外观的形象还有一体性上，而且用了类似于这种连体的服装啊，包括长筒靴的造型，就肯定不会有那种大幅度的动态的展示。未来可以在这个机械臂的肘部啊再稍微紧一点，减少这个服装堆叠带来的回弹。因为做视频已经比较久了啊，这里发现大家玩的这个产品比例啊，包括品类都不同。我个人感觉啊，就是类似1:6的产品的话，可动部分作为一个加分项，不是一个扣分项。用1:12的可动去要求1:6，和拿1:6的这个精度一体性要求1:12，这些都是我觉得没什么太大必要啊。整体而言的话，我觉得这款产品还是像我开头所说的，就卖点还是很多很足，而且很多都是围绕着赛博题材很显眼的一些元素组合而成了一个就很飒的这种人物形象。尤其它的一体性比较强，整体看上去很潇洒很利落，有点像不给自己留后手的感觉，就做得很满。不知道再往后的话，鬼市这个系列要做点什么。就现有这个形象还有造型上，可以说是很符合我心中赛博题材这种原创任务应该有的一个标准。所以希望在未来大货呈现上都要有一个好的体现，也希望未来能够看到更多这种赛博朋克主题或者说风格的原创玩具啊。然后呢，这一期呢就分享到这里了，喜欢的朋友们记得一键3连，我们下期再见，拜拜。